好，大家好，這裡是孔子學院遠程教育中心，我是楊老師。今天很高興在這裡給大家講一下 HSK 考前輔導課程。這個課程呢，主要是想幫助同學們在考試之前做一個準備就是告訴大家怎麼去準備。HSK 考試是有什麼樣的內容，怎麼去做怎麼去解答問題這是我們課程的主要內容。好，那我們今天呢，主要的內容是書寫就是寫作的部分。好，那我們現在呢，先來看一下 HSK 4級的書寫有2個部分。那第一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呢，是86到95題。那這個問題的內容是排列順序組成句子。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1、2、3、4、5個詞，那它是5個單獨的詞不是一起的，不是一個句子。那我們要按照順序，正確的順序把這5個詞排成一個句子這個是書寫的第一部分。好，那這個部分呢，我們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們現在 HSK 考試呢有2種形式。那第一種呢，就是你可以用電腦叫網考。那大家報名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如果你選擇網考，那在做這個題的时候呢，我們要注意的是你可以用鼠標 the mouse點一個詞，然後拉到下邊來，拉到下邊來。那在考試的時候呢，它會給你一個 sample， 它會讓你看到怎麼去做，這個大家不用太擔心那如果你沒有報電腦網考，那你說我報名的是紙筆考試用紙用筆去考試，那這樣的同學，你在做這個題的時候呢，就要注意你要去寫句子，用筆去寫句子。那寫字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寫錯，而且不能漏掉一個，就是有一個詞我沒寫，這個也是不可以的。好，那這個書寫的第一部分是一共是10個題，86到95，一共10個題。那我們書寫呢，一共是25分鐘25分鐘。那我們的建議是第一部分的题10個題呢，用15分鐘，也就是說差不多是每個題1.5分鐘，就是1分半的時間這是我們的一個小小的建議但是呢，有的同學说我覺得這個題非常簡單，我做得非常快，那你可以少一點那還有同學說，老師，我覺得第2部分非常簡單，第1部分非常難，那也可以在這個部分花更多的時間。但是一般來說呢，同學們在第1部分可能遇到的問題比較多，所以第1部分的時間會多一點。好，那最少呢是1分半的時間一個題。好，大家要把握好，要控制好這個時間。好，那我們看第2部分呢，是96到100題，有5個題。那這5個題呢，你會看到一張圖，然後圖的旁邊呢會有一個詞你要看這個圖，然後看這個詞，根據這個圖呢寫一個句子。那這個時候呢，如果你是電腦考試的同學，那你就要用拼音來打字。那如果你是紙筆考試的同學，你就要用紙去寫句子寫漢字，注意不能寫錯好，那麼這2個書寫題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定要寫標點，寫 mark比如說一個句號或者是一個問號，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今天呢，我們主要先看書寫的第1部分就是排列順序的題。這個部分的題呢，
很多同學都覺得非常難。那今天呢，老師就要告訴你非常多好的方法，怎麼去回答這些問題。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那我們看到呢，這個5個詞，然後讓你去按照正確的順序去排列，然後呢，有一個句子。那我們說，在漢語裡邊呢，有3個最基本的句子 ，basic sentence。那我們今天先來看一看這3個最基本的 sentence， 最 basic 的 sentence 是什麼？那第一個就是 subject、verb 和 object。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那比如說呢，最簡單的句子，我喝咖啡。這個就是我喝咖啡，我 subject， 喝 verb， 咖啡 object。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句子。那在做這種題的時候呢，我們常常先要看一看，在這個詞裡邊有沒有 verb， 有沒有動詞，這個是第一個辦法先看有沒有動詞。那我們看音樂、喜歡、流行、他，還有聽。這裡有5個詞，那在裡邊呢，我們看到了2個動詞。那第一個是喜歡，第二個是聽。好，那現在呢，我們找到了動詞，那我要問一下，是喜歡聽還是聽喜歡？好，那同學們都說老師是喜歡聽。對，喜歡聽，喜歡吃，喜歡喝。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句子。好，那我們找到了動詞以後，我們要找什麼呢？我們要找 subject 和 object。那它們 subject 和 object 常常是 noun 或者是 noun phrase， 就是名詞或者是名詞的詞組。那我們現在来看一下這5個詞裡邊，喜歡聽動詞我們已經知道了，那音樂和它都是名詞或者是noun 或者是 pronoun 或者代詞。那我們知道，如果我们要找 subject 和 object 那我们一定可以非常容易找到它，就是他喜歡聽音樂。我們已經找到了 subject 他，verb 喜歡聽 ，object 音樂這個我們已經找到了。那找到以後呢，我們要看一看這個什麼的，還有特別的 special pattern、special sentence。那這個裡邊呢沒有，但是有一個其他部分，就是 other element， 就是這個流行。好，那我們他喜歡聽音樂，那有一個詞是流行。流行呢是 adjective， 它要在什麼地方？它要在 noun 的前邊。那答案就非常清楚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步喜歡聽 verb， 第二步找 subject object， 他喜歡聽音樂。好，那最後其他部分 other element 是他喜歡聽流行音樂。好，那到現在呢，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已經解決了。那麼這個句子比較簡單比較簡單，我們只要知道 verb、subject、object 就可以了。但是那其實在漢語裡邊呢，有非常多的句子比這個句子難很多那我們在後邊呢會再看一下。那這個是第一個 basic sentence， 第一個基本句子。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做這樣的題的時候呢，那第一步先去看看這些詞裡邊有沒有 verb， 如果有那這是這個 sentence 這個 structure。好，那我們來找 subject， 找 object， 然後我們再來找 other element， 然後就是一個句子。那這個地方有一個什麼？有一個mark， 有一個標點，這個不能忘這個非常重要。好，那我們在做完了以後，
最後一步要做什麼呢？要讀一下句子啊，读一下句子。為什麼？因為可能你想的時候，你覺得應該是這樣，那你寫完了以後一定要看一看讀一下這個句子對嗎？那你讀了一遍以後，你會發現這個句子讀的時候，我覺得很舒服，那這個句子是對的。如果你發現這個句子讀的時候，我覺得不舒服，那可能就是不對的因為在漢語裡邊，我們有一個詞呢叫語感，語呢是漢語的語，感呢是感覺的感那就是語言的感覺就是 the feeling of language 或者是 the sense of language， 就是語言的感觉。因為你常常說，常常看漢語，所以你有語感。那你在讀這個句子的時候，你會有一個感覺，這個句子對還是不對所以這個時候呢，在你做完了一個題以後，一定要記得讀一下句子 ，check 檢查一下。好，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 sentence structure， 就是 subject verb object， 这是第一個 basic sentence。當然那可能不是3個詞，可能是很多的詞比較 complicated， 比較複雜，但是沒關係，我們在後邊會看到。好，這是第一個。好，那現在呢，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就是 subject adverb 和 adjective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非常特別的sentence structure而且呢，這個是在同學們說漢語的時候呢，常常會犯錯誤的一個句子 ，make a mistake。因為我不知道別的語言怎麼樣，但是在英語裡邊呢，這個句子和漢語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我說今天很熱，今天很熱。那有很多同學說，如果翻譯成英語呢，就是 Today is hot。但是如果你從英語翻譯成漢語的話呢，很多同學會說今天是熱，或者今天是很熱很多同學在剛學習漢語的時候呢，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因為在漢語裡邊呢 ，subject adverb adjective 這個就是一個句子，我們不需要一個是，不需要 am is are。adverb plus adjective 就是 verb所以呢，很多同學可能在說話的時候會犯錯誤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從今天學習了這個以後呢，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這個非常重要。好，那我們知道 subject adverb adjective 可以有一個句子，那我們如果在詞裡邊看到了 adjective我們就知道那它有可能是這樣的句子。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問題好，我們看一下，第一個是更第二個是南方，第三個是的，第四個是濕潤，第五個是氣候。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呢，濕潤這個詞它是 adjective。好，那現在我們第一步先要找 adjective。好，我們找到了濕潤是 adjective。好，那 adjective 就是說什麼東西怎麼樣的一個詞。那怎麼樣呢？濕潤我們已經知道了。好，那然後我們再來找 adverb， 来找副詞找副詞。那濕潤，那很濕潤嗎？非常濕潤嗎？特別濕潤嗎？那這個 adverb 我們也要找一下，它告訴我們這個 degree 是怎麼樣的。我們看一看，這裡邊有一個 adverb 是第一個更。好，我們找到了濕潤，我們找到了更什麼什麼更濕潤。那下面一步我們就要來找 subject 找主語。那好，看一下什麼更濕潤呢？
啊，那我們就說這裡面有一個 noun 是氣候 climate 啊，氣候啊，氣候更濕潤。好，那現在呢，氣候 subject， adverb 是更，那濕潤是 adjective。這個句子我們已經有了啊，我們已經有一個 basic structure，basic sentence 已經有了。那然後還有的呀，特別好看的特別的句子呀等等，我們要找一下。那其他的部分 other element， 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的，看到了一個南方啊。那我們說呢，我們一會兒呢會看到這個，就是看到這個的時候，那一定是啊的后邊是名詞，的前邊是 pronoun noun 或者 verb。那在這個裡邊呢，我們的答案是什麼呢？我们的答案是啊，南方的气候更濕潤啊，南方的氣候更濕潤。好，那第一步濕潤，第二步更濕潤，第三步氣候更濕潤，那第四步南方的氣候更濕潤啊，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答案啊。那 subject adverb adjective 的句子在考試的時候一定有啊，一定有，可能是一個或者可能是兩個。那這樣的句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看到了 adjective， 你一定要注意，可能是這樣的句子。那它做的方法就是 adjective adverb 啊 subject， 然後別的部分。啊，那最後還是一樣的，你要讀一下句子，你讀的時候要感覺一下這個句子舒服嗎？對嗎？啊，如果你覺得這個句子讀的時候覺得很對，那就沒有問題了。好，這是第二個 basic structure 啊，第二個 basic structure。好，那我們現在呢要看一下第三個 basic structure， 就是 subject 是object 啊，這個是，那在漢語裡面呢，是其實也是一個 verb， 但是呢，它是非常特別的 verb，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這兒，它是一個特別的 verb。好，那舉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比如說，今天是星期一。啊，或者比如說我是中國人啊，它都是這樣的句子，非常簡單啊。那如果你在這個句子裡邊看到了是，那第一個找是找到了啊，地球是，哎，這裡有一個是，對不對？好，那 subject 是地球是，然後 object 是什麼呢？我們再來找 subject 和 object 是什麼？是家，地球是家啊 ，The Earth is a home 啊，地球是家。好，那找到了 subject， 找到了 object， 然後我們再要看一看別的部分，然後共同的啊 ，common 或者是我們 we 啊 our。好，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地球是家啊。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好，這個就是正確答案啊。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啊。所以，那如果你在這些詞裡邊看到了是，那你下邊一步就應該找 subject， 找 object， 然後啊來看看別的部分啊。這個是我們在做題的時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啊，這是第三個 basic sentence。好，那我們在做書寫題的第一部分的時候呢，這三個 basic structure 是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知道的啊。你看到的時候，先去看是有 adjective、adverb， 還是有是，還是有 verb 啊？這個是你先第一步要去看的啊。好。